大家好哈，我是戴红。众所周知，我除了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之外，还有很多身份比如说犀牛头爱好者、古拉顿爱好者、机械邪龙兽爱好者、泰兰特爱好者等等。其实呀，在我小的时候看的最多的动漫是经典老番《火影忍者》，在其中有这么一帮老登，很神秘，形象也很有创造力，那就是以九尾妖狐为首的几大尾兽。今天呢，咱们来盘点一下尾兽的形象和资料，以及它们的原型分别是什么传说妖怪，以及这些妖怪呢又是什么动物。一尾杀之守鹤，我曾经最喜欢的角色我爱罗体内封印的尾兽。漫画里守鹤是一只巨大的狸猫形象，擅长使用风遁忍术。守鹤这个名字来源于1394年到1328年日本群马县管林市茂林寺的住持守鹤。传说呀，守鹤常用的茶釜非常神奇，往里倒一次水之后，一整天都会持续有水连绵不绝。后来根据此传说出现了很多更离奇的故事比如说守鹤的茶釜其实是由狸猫所变化，守鹤把茶水倒给大家喝，会把福气分给大家等等。漫画里守鹤的第一任人助力是名僧人分福，分福这个名字正是来源于此。狸猫算得上是日本神话传说里登场率极高的妖怪，在咱国内古代，狸猫一般指猫科的豹猫，也叫石虎，后来逐渐的指狸花猫比较多。而在狸这个字最早传入日本的时候，由于日本本土缺乏原生猫科动物，于是狸在当时的日本民间用来指代几乎一切平时能见到的小型肉食动物，比如说河、流浪猫、黄鼠狼、松鼠、鼯鼠等。其中呢，鹅的影响力最大，一种如同长了浣熊脸的煤气罐成精一般的犬科动物，适应力极强，生活于河边、草原地带、丛林地带和城市附近。日本的那些河擅长吃厨余垃圾和窃取猫粮。在日本传说里，鹅这种动物被魔改成了一种叫做化狸的妖怪，仅凭一片树叶便能千变万化，而且善于催眠。二尾幼吕，云隐女忍者二位游牧人体内封印的尾兽，全身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猫妖，我愿称之为火焰猫林。二尾幼吕的原型来自于日本民间传说里的妖怪猫鼬。关于猫鼬的传说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猫鼬是一种山中动物，据说其有着猫的眼睛，体型大如狗，会吃人。另一个版本指的是年长的猫会长两条尾巴，成为名叫猫鼬的妖怪。日本传说猫鼬的原型可能来源于我国古代传说里的妖怪仙狸。仙狸指的是豹猫通过修炼之后成精了，通过变化成俊男美女吸收人类的精气。说回猫鼬哈，猫鼬在日本的一些传说里还和尸体、死亡等有关，据传有着延续诅咒的能力，所以在火影忍者漫画里，击败猫鼬的是一个有着不死之身，还把诅咒当成唯一技能的飞段算是符合了当地传说。三尾基辅是四代水影美少年石仓体内封印的尾兽，也是害死野原林让带土破防的关键因素。漫画里的基辅是一个乌龟、鳌虾和带壳软体动物的混合形象，它的原型来自于日本传说怪物基龙卷。根据日本江户时代怪谈作品绘本《百物语》一书中记载，基龙卷是一种外观如同鲨鱼，有着无数细钩状尾巴的怪物。在海上强风呼啸的时候，基龙卷会在近海袭击渔船，从水中一跃而起，用钩子尾巴一个疏通航道将渔民 Q 到海里吃掉。基龙卷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它用尾巴勾人的时候，如同龙卷风来袭一般，对当地渔民来说是十分恐怖。那么基龙卷的原型是哪一种动物呢？只能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鲨鱼被台风刮在空中，不小心把渔民给咬了；有人说其实古代的一些虎鲸不像现在那么友好，把渔民当海豹给吃了。还有一些人说，其实当时中国明朝和东南亚那边进行贸易的时候，有一些湾鳄从商船上跑路到了日本附近，于是以吃渔民为食。当然这些传说都有些抽象哈，具体基龙卷的原型是什么动物，实在是不太清楚。话说他们用钩子尾巴钓人的方式来杀害钓鱼的人，那这种妖怪会不会是日本早期的动保人士编造而来吓唬渔民的呢？四尾的原型是孙悟空。话说日本那边根据孙大圣来改编的文学形象属实是不少哈。五尾木王是一只长着鹿角、海豚头、身躯呈马状的尾兽。据原作者岸本所说，五尾是他自己原创的一种怪物。六尾犀犬，长着6条大尾巴的泡沫阔鱼。漫画里六尾的形象来自于何处不太清楚，我怀疑是岸本起始偷懒，给刚好的阔鱼加了4只，就拿来扮演六尾了。犀犬这个名字可追溯到我国古代传说里的一种福寿。在《搜神记》一书中记载，晋惠帝元康年间，吴郡娄县淮窑家中忽然听到地下传来隐隐约约的狗叫声，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查看，发现地面有一处小孔，大小如同蚯蚓钻出的洞穴。怀窑用木棍朝孔中刺探，深入数尺后感觉触到了异物，于是挖掘开洞穴查看，竟得到2只幼犬，一雌一雄，眼睛尚未睁开，体型却比普通的幼犬大许多。喂养之后呢，它们开始进食，附近的人闻讯都赶来观看。有年长的老者说道：“此物名为犀犬，得此灵犬者，家族会兴旺昌盛，应当好生饲养。”
七尾虫鸣长相如同比多兽究极进化了一样，是一个甲虫形象。其名字虫鸣来自于我国神话里的虫鸣鸟。《日遗记》里记载，虫鸣鸟形状如鸡，鸣声似凤，两只眼睛里各长有2个瞳孔，能波及虎豹熊皮，扫荡妖魔鬼怪，是一种福鸟，深受老百姓的喜爱。火影忍者里的七尾虫鸣在剧中自称幸运7号，可能也是和虫鸣鸟的祝福特性相吻合。8尾牛鬼，一个长着8条章鱼尾巴的牛头怪，原型来自于日本民俗传说中的妖怪牛鬼，有着牛的头、蜘蛛的身躯，水栖生活。在漫画里，把蜘蛛身躯换成了章鱼身躯，减轻了恐怖氛围，提高了美食气氛。九尾九喇嘛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哈，主角漩涡鸣人体内的尾兽，原型来自于我国神话传说的生物九尾狐。《山海经·南山经》记载，青丘山上栖着一种异兽，它的外形像狐狸，却生有9条尾巴。相传九尾狐叫声如婴儿一般，有着不死之身，而且会火焰喷射。这下九尾狐的肉能够不受魅惑，而且能避开妖邪。在宋朝之前，九尾狐大部分时候属于比较偏正面，能带来祥瑞的形象。直到宋朝乃至明朝的经典小说《封神演义》成熟之后，九尾狐算是倒了血霉了，自此变成了魅惑欺骗、狡诈恶徒的形象。后来九尾狐的传说流传甚广，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神话传说里都能找到九尾狐的身影。最后在漫画接近尾声的部分，还出现了10尾神树，其原型可能来自于北欧神话里的世界之树，相传其枝叶连接了9个世界，和漫画里的9个尾兽有异曲同工之处。最后同志们，最后来回顾一个很抽象的早年传闻，我愿称之为火影忍者版的都市传说。在大约05到06年左右，互联网上还有一些盗版图书里有一个文章进行了关于尾兽的全面介绍。我依稀记得，当时漫画原著里的尾兽只出现了4只，分别是1尾、2尾、3尾和9尾。当时火影迷们对剩下的几只尾兽都相当好奇然后当时的这篇文章正好解答了大家伙的疑惑。在各大忍者村建立之前的上古时期，发生了9大上古神兽的大混战，它们分别是生活在沙漠、掌握了风之力量的1尾守鹤，掌握暗黑力量的森林猫妖2尾猫鼬，掌握了水之力量交击的首领3尾基辅。前3者可能存在一些二创内容，但还多少能从漫画里看出一些端倪。后面这老几位那可是相当的富有想象力了。第4位正是掌握了毒之力量，生长于火山之中，引得附近草木枯萎、瘴气缭绕的瘟疫之源。上半身是鸡，下半身是蛇的9大尾兽中最弱的4尾鼠蛟。第5位是掌握了风雷水火土5大元素的强力尾兽5尾鹏猴。第6位是掌握了雷电之力的6尾雷兽。在当时的文章里提到，据说他的人柱力是小的成员，代号白虎，而卡卡西会为了营救阿凯被白虎杀害。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代号白虎的是小南，和6尾人柱力不是一个人。第7位是掌握土之力量、善于变身的7尾蛇。然后重点来了8尾正是众望所谓的8尾八岐大蛇。据说在上古时期，八岐大蛇是有着8个头8个尾巴的 S 级魔物。在早期，它的力量不如精通元素之力的鹏猴和精通死亡之力的猫鼬。然后由于草雉家族后人鲁莽行事，八岐大蛇把神器草雉剑吸入了体内，导致力量大增，打开了5大祭坛的封印，放出了代表着风雷水火土5大元素之力的沙之守鹤、雷之雷兽、水之基辅、火之妖狐、土之河5大尾兽。而他们邪恶的气息还惊醒了火山之内的鼠蛟以及2大强敌猫鼬和鹏猴。由于9大尾兽无法团结，自此长达522年的上古9大神兽之战拉开了帷幕。最后强悍的八岐大蛇虽然击败了几乎所有对手，但最后还是被9大尾兽之首的9尾妖狐击败。虽然后来咱们看完漫画知道了这篇文章应该属于是火影迷的二创文章，但我仍然还是读得津津有味，写得很精彩文章中提到的几大尾兽的原型其实应该来自于一些我国以及日本神话里的传说妖魔形象。鼠蛟这个名字我一直认为是作者打错字了，因为单说鼠蛟其实大家都很熟水中大明星大白鲨就是属鲨目的成员当然原文中对于4尾鼠蛟形象的形容明显说的不是鲨鱼，其中提到了鼠蛟是一种上半身是鸡下半身是蛇的怪物。这种怪物的原型来自于哪里呢？我倾向于是欧洲神话里的蛇尾鸡巴西利斯克。在传说中，巴西利斯克长着鸡头，嘴里长着牙齿，有着蛇的尾巴，是一种毒属性的怪物。它爬过的土地都会留下有毒的粘液，而且它的眼睛还能射出剧毒光线。可见4尾鼠蛟的形象可能是原作者把巴西利斯克给原封不动的搬了过来。那么巴西利斯克的原型什么动物呢？可能是一些眼镜蛇。最早时期传说的鸡头指的可能是鸡冠，那些眼镜蛇种类的颈部附近十分宽阔，形象很是炫酷，会让人感到尊贵所以后来把它和皇冠、鸡冠等元素联想到了一块儿。再加上一些眼镜蛇有着远距离吐出毒液
界的技能，这和巴西利斯克眼睛射出剧毒光线的能力非常相似。然后无尾鹏猴的原型其实很好找哈，在原文里写到，经过神兽混战，最后无尾鹏猴找到一棵树，然后隐藏在其中疗伤。而我国传说中正好有一种生活在千年老树里的妖怪鹏猴。《搜神记》里记载，三国时期吴国的建安太守名曰敬叔，有一天他派人砍伐樟树的时候，树干缺口突然流出鲜血，让一个长着人头、形似黑狗却又没长尾巴的怪物从树中窜出，被称之为鹏猴。之后鹏猴被煮了吃，味道很像狗肉。在大约明清时期，鹏猴的传说传入日本，变成了有名的居住在树中的犬形妖怪。那么鹏猴的原型可能是什么动物呢？树栖长着人头，而且没有尾巴，体貌特征有些像犬类。其实呀，我怀疑是某种灵长类。六尾雷兽，雷兽大家都很熟悉了哈，一种已经灭绝的鸡蹄目动物当然，在我国古代也有相关记载，《山海经》中记载有一种体壮如牛、没长角、机声如雷的鬼物，名曰魁墨。后来传入日本之后，变成后来日本神话里的雷兽。有很多典籍中记载，雷兽一种体长大约60厘米，外貌像狼、像狗又像猫，还可能长得像狸猫的怪物，有锐利的爪，擅长爬树。在日本江户时代，大名松浦清所著《甲子夜话》中记载，曾有一只雷兽随火团而下，而且会发出令人难以入睡的气味。还有一些书中记载，雷兽会随着闪电落下。其实通过对雷兽长相的描述，咱可以联想到日本的雷兽应该是一种树栖食物目，可能指的是果子狸、獾、河，也可能是一些野猫。它们跟着雷电落下，可能是被雷劈了吧。然后七尾河，英文中提到河善于变化，而且会挖洞。正如前文所说，日本神话里的狸猫有着和本文相似的记载，比如善于变化、伪装、挖洞等。在日本，狸猫、狸精等词语一般指的是河，然而在日文里，假如直截了当提到河的话，反而大多数时候指的是獾。日本狗獾是一种幼科獾属的动物，同样善于挖掘，和本文里提到的各种特性都对上了。所以原文作者可能根据日本狸猫的传说以及獾这种动物的特性混杂而来。当然呀，其实在我国古代也有关于獾的记载，比如说《山海经·南山二经》中提到，有一种叫做离离的动物，长相特征和幼科朱鹮属的朱鹮基本一致。可见在古代，离和獾这几个字基本属于是纠缠不清呀。对了，在文章里还提到七尾河是蓝色的，蓝色还神通广大，那不是哆啦 A 梦吗？最后八尾巴西大蛇，这可是日本神话里的经典老怪了。传说巴西大蛇有8个头，眼睛鲜红，背部长满了青苔和树木，腹部溃烂流着鲜血，身躯如同8条山谷一般绵延巨大。它祸害人间，吃掉一对老夫妇8个儿女中的7个。此时一个传奇人物出现了，他正是伊邪那岐最小的儿子，天照和月斗的亲弟弟须佐之男。可见在火影忍者里，鼬这个人物最早应该是和大蛇丸绑定创作而来。动画里确实也像传说中那样，使用了8期之数的大蛇丸被身披须佐之男的宇智波鼬一记十拳剑斩杀。当时可能日本本土读者会认为这很顺理成章，就像我国人民看到孙悟空击杀白骨精一样合情合理。然而当时年幼的我对巴西大蛇这个设定是深信不疑啊，以至于看到巴西大蛇出现在大蛇丸的身上，还让鼬给击杀了，这让我感到十分的下头。后来当8尾牛鬼的人物里奇拉比出现的时候，我完全无法带入其中，总感觉奇拉比这个人物太违和了，完全不像是火影忍者的画风。咱说回巴西大蛇哈，传说中巴西大蛇的原型应该不是长着8个头的蛇，它过于庞大，十分强大。更多研究日本民俗的学者认为，巴西大蛇的原型指的应该是古代泛滥的山川河流，而它的腹部溃烂流血，指的是一些铁矿山中的铁沙或是河水中的情形。关于尾兽原型的介绍，咱这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3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一天，加油吧，大家！